贾湖遗址，这里出土的骨笛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、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。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是文字的雏形。8、9千年前，贾湖人已经发展了稻作农业，开始了猪、犬等家畜的饲养。这里的文化成就是整个东亚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地，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用考古成果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有序和源远流长。庙迪沟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鼎盛期，一其绚丽多姿的彩陶花纹，开启了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大潮，促使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。大河村遗址历经仰韶、龙山、夏、商4个时期，见证并记录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，是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识性遗址。他们开创的木构成构陶房建造工艺，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举世闻名的彩陶双莲壶被誉为中国彩陶艺术的瑰宝。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，实现了史前部落禅让制向国家王位世袭制的转变。夏代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。夏王朝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。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，不仅体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，而且展现了夏人崇尚龙图腾的精神世界。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2个王朝，商王朝巩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体系。商代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顶峰。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体系与汉文字一脉相承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，是真正的中华基因。连鹤方壶，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，它造型优美，灵动奇巧，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。其铸造工艺也堪称多范合铸的杰出代表，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绝唱。春秋时期，新制萌生，青铜铸造开一代新风，追求清新活泼，把中国历史和文化引向一个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崭新时代。东汉王朝定都洛阳，重建太学。西平年间，朝廷为方便学生学习，由蔡邕等人书单，将太学所用教材《诗书礼仪春秋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。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。东汉王朝基本确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面貌，空前的大一统初步彰显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。东汉洛阳城不仅发挥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功能，更是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枢纽。不同地域、不同族群的文化在这里碰撞、交融，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开放、包容的精神特质。龙门石窟是我国3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，现有2345座洞窟，11万尊造像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龙门石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、人文精神、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，塑造了中国佛教世界石刻艺术的最高峰，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形成发展的壮阔画卷。隋唐洛阳城
不仅在中国都城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，更是洛阳建城史上的巅峰。天阙、天街、天津、天枢、天门、天宫、天堂等沿城市中轴线 T 字展开，彰显了神都洛阳的繁荣景象。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枢纽，洛阳城充分发挥了经济中心的统合作用，促进了不同地区的交往、交流和交融。北宋是中华文明的繁盛期，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《清明上河图》生动描绘了汴河上的繁忙景象，周桥遗址更是以其庞大的规模和精美的石刻壁画，彰显了国际大都市的恢宏气象。元代观星台天文学，元代初年，天文学家郭守敬、王洵等人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四海测验，建立了27个天文台或观测站，保留至今的只有登封观星台一处。根据观测结果编制的受试历，其所确定的回归年长度与当今许多国家使用的阳历分秒不差，却比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改革的阳历整整早了300年。纵观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文明脉络，从嘉湖谷底的悠扬旋律到元代观星台的深邃目光，我们自豪于这片土地的珍贵馈赠。何以中国？何以中国？行走河南，守护文脉，共续鸿章。